韩逸晨年轻有为，冷峻果断，是商界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。但在他辉煌的事业背后，却隐藏着一段未曾痊愈的感情裂痕。3年前，他深爱着一个名叫苏锦的女孩，她温柔聪慧，是他在最孤独岁月里的温暖光芒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求婚的前夕，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悄然展开。另一个女人冒充了苏锦，并在韩逸晨面前演了一出背叛的好戏。愤怒、痛苦、羞辱席卷而来，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将真正的苏锦逐出自己的世界。苏锦走得毫无留恋，被深爱之人误解的痛，远比被世界抛弃还要更绝望。他没有为自己辩解，只留下了一句：你愿意相信眼前的假象，而不是曾经的我。他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甚至连好友都无法联系到他。而韩逸晨却在冷静下来后，渐渐发觉事情并不简单。他离开的背影成了他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在苏锦离开后，韩逸晨变得更加冷漠严苛，身边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。只有一个人始终陪伴着他，那就是他的秘书林安然。林安然从不多言，总是默默完成各种繁杂的工作。无论加班多晚，他从不抱怨，哪怕韩逸晨心情暴躁，情绪失控，他依旧像磐石一样坚定。他从未注意过他眼中那深藏的情绪，直到一次意外的醉酒夜。那天深夜，韩逸晨在酒吧借酒浇愁，口中喃喃着苏锦的名字，泪眼迷离地回到了公司。而林安然像往常一样将他带回办公室休息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不是苏锦？他低声问道。林安然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回答，我知道你不会信我，所以我只能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愿意自己发现。这一刻，韩逸晨仿佛被雷击中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始终在他身边沉默守护的女人。一次意外的商业合作将韩逸晨带到海城，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，苏锦。他剪了短发，换了身份，成了设计公司的一名总监。他不再温柔如水，而是多了一分锋利和冷静。而他的出现也彻底击碎了韩逸晨内心最后的平静。他开始调查当年的真相，终于发现了惊人的证据，那个假苏锦竟是他合作伙伴的远亲，目的是为了借机接近他，窃取公司情报。回到酒店的夜晚，韩逸晨第一次失眠得如此严重。他看着窗外的夜色，脑中反复回荡着苏锦当年的那句：你宁愿相信假象，也不愿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他开始自责、愧疚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苏锦的原谅。第二天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敲响了苏锦办公室的门。我们之间还有机会吗？他第一次放下了总裁的姿态，只是以一个悔恨男人的身份问道。苏锦抬起头，目光冷静，机会不是用来请求的，是用来争取的。他没有原谅，但也没有拒绝，给了他一个模糊却值得希望的回应。韩逸晨开始重新追求苏锦，他不再用权势和地位，而是用行动，为他设计的作品亲自拉资源，为他的团队打通渠道，为他的员工争取福利。他愿意为他蹲下身子，只为让他看到他的诚意。然而，在他重新追爱的时候，他忽视了另一个人，林安然。他一直知道自己只是个替代品，是陪伴他度过黑暗的一盏灯。但灯一旦亮了，他便不再需要他。那天，他离职了。辞职信很简单，你应该去追逐你的光，而不是留恋我的温柔。韩逸晨追出办公室，却只看到林安然消失在人海的背影。他终于明白，在这个三角爱情中，所有人都是受伤者。他欠苏锦一个道歉，欠林安然一份温柔。爱不该用误会去丈量，也不该用牺牲来换取。苏锦并没有立即接受韩逸晨的感情。你不爱我那时候，我受过伤。你说你爱我之后，我更怕再伤一次。他需要时间，需要重新建立信任，而不是仅仅一句我错了就能抹平一切。韩逸晨没有放弃，他等待着，每一个节日，每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他都送去一份不打扰的关心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锦的防备终于有了裂缝。
他开始回复他的消息，开始接受他的帮助，也开始在深夜思考，那个男人是否真的变了。林安然并没有沉沦，他辞职后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，用自己曾经压抑的痛苦去帮助更多在情感中挣扎的人。有记者采访他，你不后悔为他付出那么多年吗？他微笑，不后悔。我学会了放下，也明白了，爱不一定要得到回应，愿他幸福就好。时隔1年，苏锦作为设计总监，被邀请参加韩氏集团的新年答谢酒会。那一晚，整个会场华灯璀璨，星光熠熠，但他却如置身雾中。他本不打算来，只是心底那一丝悸动告诉他，也许这是一场注定的了结。韩奕晨站在台上，西装笔挺，眼神笃定地扫向他。今晚，我想感谢一个人，他曾是我的救赎，也曾是我最深的遗憾。随后，工作人员端上一个小黑盒子，众人哗然。那是一枚并不夸张的戒指，但内圈刻着8个字：谢谢你，黑夜中的光。苏锦一时哽咽，这8个字不是承诺，也不是誓言，而是一种感激，一种对曾经爱情深刻的敬重。台下所有人屏息静待，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良久，才缓缓走上台，轻声说道：如果这一次你是带着理解和尊重来的，那我们就重新认识一次吧。全场掌声雷动，而这一刻，他们的眼神终于重合，不再有误解，不再有防备，只有2个曾遍体鳞伤的人，终于愿意再次相信爱的勇气。重新在一起后，韩奕晨和苏锦的关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烈冲动，反而多了一份从容与深刻。苏锦不是那个会事事妥协的女孩了，她有了自己的事业、团队与追求。而韩奕晨也放下了以往的控制欲，学会了尊重与平等。他们会为一个设计方案争得面红耳赤，也会在深夜下班后一起走到街角的拉面店，互相打趣。爱情不再是依附，而是独立个体的互相欣赏。曾经的韩奕晨把爱当成拥有，总想将它困在自己羽翼之下。而现在的他却明白，让它自由，让它绽放，是爱最深的模样。他们学会在争吵后冷静沟通，不再像过去那样因为倔强而错失彼此。他们学会共同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指责与逃避。他们之间的爱如同陈年的红酒，愈久愈香醇。这一段重修旧好的感情，并不是一场美满童话，而是一场成人世界里充满理解、包容、尊重的深情实践。正如苏锦所说，我不要一个完美的人，我要一个愿意一起变好的人。这一次，他们不是彼此的依靠，而是彼此的同行者。这段故事告诉我们，误会可以撕裂感情，但真诚可以缝补裂痕。真正的爱是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清晰，而不是一时的占有欲望。韩奕晨和苏锦重新走到一起，而林安然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每个人都选择了爱自己的方式，并走出了自己的路。不是每一段错过都有遗憾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只能做配角。有时候，离开才是最体面的告别。爱情不是童话，不是每一次转身都会有人在原地守候。但只要我们有真心，有成长，有勇气，就有可能迎来新的开始。话语泡泡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感受。你最心疼的是谁？最感动的又是哪一幕？红心别忘了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动人心弦的故事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